为了你们俩在朝阳家园的新生活，干杯！来，谢谢。我搬过来才2天，楼上有个于海洋，你吵着我休息了，你有点功德行不行？我愿意吃饺子，你管得着吗？楼下有个篮球场，这篮球场你们一半，我们一半。跳舞怎么不行？事儿大就有理啊！你们这就是倚老卖老。电梯维修是个事儿，宠物能不能进电梯也是个问题。我坚决不允许自己的宝宝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下去。现代小区都一样，你信不信啊？你要是再换个新小区，还是大差不差。但是自从我怀了宝宝以后，我突然有一种特别强烈的使命感。我总觉得我要为了我的宝宝做点什么。我现在正式报名做社区志愿者。小白要当志愿者，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撒手不操心的人。何姐、何芬芳，北京市优秀志愿者，咱们社区的老党员了。我在电视上看过您的专访，虽然呢您比我资深，但是在社区工作当中，未必我就得听您的。哦。我说句不太当听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因为您一直以来的办事方式，导致了现在局面的混乱。喂，我要报警。先别急着报警，不正批评他呢吗？孩子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今儿就算是2位给我的面子，你不能欺负人小姑娘啊！社区志愿工作者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以前以和稀泥为主的工作方式。我们社区道边那辆僵尸车，我已经打电话给了交管部门。今天谁敢动我儿子这辆车，我今天就打人。还有关于篮球场纠纷的事情，1、3、5日打篮球，2、4、6跳广场舞。周5这个时间段是可以打篮球，但是并没有说他们能打，我们不能打。你们就是耍无赖！我觉得我心里头真的特别的委屈，我真的是好心，我想把事情做好的。你说，这我看了也有几天了，这问题我一个都没解决，我还惹出一堆新的麻烦来。你说我和稀泥讲人情，说的都没错，就是觉着吧，远亲不如近邻。这老李儿，不想让他没了。志愿者从来都不是白马银枪、鲜旗亮甲的工作。相反，你想要当好一个志愿者，你就得趴到泥土里边去。每一个坚持到现在的志愿者，都会经历这么一段高低起落。但是跟您在一起工作以后啊，我就想明白了，这人要有责任，有牵挂，为自己关心的人去付出，这才是生活的意义。大家应该都明白，我们民间救援队的意义就是通过我们的行为能够影响身边更多的人，让他们有安全的意识和掌握安全的技能。里边的人能听见吗？你还真把这救援当正事儿了，钱没挣着，儿子你也没赔。每次一到关键时候你就不在，以后你救你的人，但你也别管我了，小妈。你爸是救援队的执行队长，那所以每一次救援他都会冲在最前面。你爸这个人是一个很伟大的人，但他也很平凡。你说通哥能挺过这一次？在我们每一次出救援任务的时候，生死的考验是我们这个工作的必修课。你们救援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出发！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从死亡线上救回来一个一个的人，看见他们脸上的笑脸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什么事情都是值得的。你做的每一件事，其实在改变世界。这事儿没你们就解决不了了。我王成国就算死了也是个当兵的，就算死了也是个党员。有很多人选择去旅行，有很多人选择去玩极限运动，但是我们偏偏就不一样，能够坚持这13年的时间，你们太了不起了。我们的口号是：坚持到底，绝不放弃，蓝鲸救援，勇往直前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多么安逸祥和的小山村啊！再看这儿，焦虑、沮丧。我们村今年的目标是要在网上卖出1000吨精品天菊油。如果完成任务呢，我们全村一起发财。完不成怎么办呀？明年任期一到，我就引咎辞职了。
这就是我的家乡云川，我曾经无数次想要逃离的地方。在我最不想回来的时候，我回到了这里。在城里混不下去也没什么的，不就是年度第1吗？2年前我就拿过了。要不了就回来嘛，这样又能照顾奶奶，还能建设家乡。欢迎回家。黄思琪，她不仅品学兼优，而且文武双全。奶奶说她跟我是青梅竹马，可我却只盼着能彻底摆脱这个噩梦。卖点不一定只有特产，也许是人呢。哎呀，你还是有点用的哈。开什么玩笑啊！我的强项是拍摄短视频，偶尔带个货那也是业余的。你不要有压力，这场擂台赛重在参与，赢了那是惊喜，输了也有对阵顶流主播的机会嘛。说了不用说了，我不比。你就这么输不起啊？我就是输不起。我知道你受到了打击，但是你也不要破罐子破摔啊。你能这么说，是因为你没有尝过梦想破灭的滋味。你的梦想是纸做的，这么容易就破了？你就试着融入家乡生活，在这里重新开始，不好吗？行了，我账号都注销了。逃避算什么本事？就应该注册一个新的账号，从零开始。新账号我都给你想好了，就叫因为有家。有时候人生的转折点来的就是这么的猝不及防。我的目标不只是为了捧红你，还要捧红老唐、李叔他们，更要捧红整个云川村。可是你怎么能让村民信任你呢？只要你信任我，他们不就跟着信任？你说反了，除非他们信你，我才会相信你。在村里工作最大的难度，就在于人。我的心逐渐沉淀下来，不再像从前那样只看结果，而是学会了关心过程。我们现在的目标呢，就是希望能够联动全镇的大学生村官，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创业团队当中来，让匠心农人的理念复活更多的村庄。能跟你做一样的事情，挺好。刘希石排爆小组在1132高地在执行排爆任务。这地方都快成了万国武器博览会了啊！排了6个垒，还都不重样。雷，炸一片。为什么学搜排爆专业？我觉得我像个医生，我可以把这座山治好。知道什么叫搜排爆专业吗？一名主排爆手，永远冲在第一线，独自面对困难，独自解决问题，遇到危险把它粉碎。一名排爆员的容错率为0。你怎么进的部队？烈士家属有这个待遇。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兵，可是我慢慢的在改变，因为我是一个军人。别忘了你们这兵种是什么？是工兵。你们看这个工字啊，往出一笔念土，往下一笔就是干。就是说选择了这个兵种，就准备好在土里干一辈子。我们除了学习专业，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学习包围、突袭、渗透。我们只是特战队伍里负责排爆的一员而已。你学什么不好啊？啊，你嫌自己活得太长了是不是？我长这么大了，我现在就学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怎么了？你这辈子就不能听我一句话吗？终于知道我这辈子该这么活。我知道我喜欢什么。我可以没有官儿，没有钱，但是我不能没有用。在我们趟过来的这片土地上，流着的都是自家兄弟的血。我们这次来，他们也在看着我们。这不是一次任务，这是我们一辈子的事业。遇到困难，把它粉碎；不安全的，让它安全。我有一个5年计划，打算今年考博，毕业2年之内升副主任医师。考虑得这么详细，有计划才有动力。根据检查结果看，基本上可以确诊
您得的是早发性二子。我看见你病历了，跟我回城里吧。你是医生，我也是医生，可我是个村医啊。你不是不知道，这全村只有我一个医生，我走了1000多号人怎么办？你能保证自己什么时候不发病吗？妈妈就是年龄大了，谁年纪大记性好啊？他这个病，他但凡开错1粒药，打错1剂针，后果谁负？这么一个没有难度的工作，怎么就找不来个人呢？你要真觉得村医没有难度，你就试几天。行，你现在就把衣服脱了，今天剩下的我替你。我请年假等新村医来。杨慧妮女士正式退休。海洋，你做见证。您就是凭经验判断他就是阑尾炎，万一他是肝区病变呢？你查过他的眼睛吗？眼睛没事儿，手部没有蜘蛛痣，身上没有水肿，可以排除肝部病变。这就是慢性阑尾炎，这就是经验。村里的人嘛，你们每天打交道，自然熟一些。你只要把他们都放在心里，就永远都不会忘的。哎，院长，情况现在不是很好。那你呢？我的计划可能也有一些调整了。那你就这么回来当村医，多委屈啊！妈在哪儿，家就在哪儿。以前我很爱做计划，现在才知道，生活就是一场你忙于计划之外的意外。最好的计划，就是过好当下。世界那么大，就有你们俩成了母女。他抚养你长大，你照顾他到老，所以就算他最后什么也不记得了，也没有关系，因为发生过的一切已经足够温暖了。刘医生，哎，来啦！感谢您乘坐本次航班，系好安全带，调至座椅靠背，收起小桌板。你呀，当初不听我的，非要去上技校，女孩子学那个乒乒乓乓，多不斯文啊！张师傅，您看看行吗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让人力部不要把刘梦渊安排在钣金吗？人力部门反馈说他就是钣金专业毕业的，咬死了要进咱们车间，那怎么办呢，师傅？我来办。哦，真的够了，太好了！我听吃蛋糕，你呢？交给你的任务特别关键。不是，他们4个跟我是一样，都是钣金组的，那为什么就我一个人干这个？那他们4个也轮吗？培训的重点不一样。我报的是钣金岗，他给我分到清洁岗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儿了。他就是怕你半途而废，吃不了苦。与其说你终究得走，那还不如逼你主动走。我11期结束，我哪也不去，就在这儿。看到了你的材料，就知道你是老刘的孩子，你爸爸铁一样的汉子，也没有好等的我，没有等到那一天。可那一天早晚都会到的，不是吗？有国家的信任，有人民的期盼，有我们全体员工的努力，靠我们的智慧，靠我们的奋斗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肯定能修好，肯定能参加试验。飞机的制造是我们几代人的梦想。赶紧造飞机，我还想退休前能开上咱们国产飞机呢。就冲你这句话，我就是不眠不休，我要让国产机送你退休。今天，我终于可以欣慰地告诉他们，我们的梦想实现了。这不是奇迹，是代代相传的刻苦钻研与技术积累，是生生不息的精神灌注，是党的领导火炬长鸣。我们的梦想并未因新知县的腾空而终结，相反，它已经飞得更高更远。中国，加油！中国，加油！我以前还说过呢，我要为了宝宝改变世界。那以后这朝阳家园可就是咱家了。我们的口号是坚持到底。
绝不放弃，南京救援，勇往直前。所谓振兴，是利用新时代的条件和技术，去发掘乡村真正的潜力。如果有一天你当上了主排报手，那么你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团队长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和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，那作为家人就应该全力以赴的去支持、去帮助。做一个共产党员不简单，思想要过硬，技术要过硬。我宣誓，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拥护党的纲领，遵守党的章程，履行党员义务，执行党的决定，严守党的纪律，保守党的秘密，对党忠诚，积极工作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